欢迎来到 Agent 创世纪。清华大学与北京科技大学的研究者受果蝇大脑记忆机制启发，提出了名为 Cycle 的大模型自适应技术。该研究聚焦于开放级测试流，旨在解决模型面对未知任务时的适应难题。实验数据显示， Cycle 在未知任务适应中取得了 78.31% 的 SOTA 性能，同时在处理未知数据分布偏移时，其准确率也达到了 85.37%。这一成果为大模型在复杂环境下的持续进化树立了全新的性能标杆。尽管大模型具备泛化潜力，但实验室与真实环境间存在巨大鸿沟，现实部署场景往往是开放且非平稳的，模型必须面对持续的任务演变和分布漂移，固定的提示词或一次性微调无法维持长期有效，更新滞后会导致输出过时，甚至引发安全隐患。面对上述困境，现有的测试时自适应技术存在瓶颈。传统 TTA 往往依赖人工设计的无监督目标，却忽略了对模型原知识的保护，在广阔的参数空间进行全局更新，极易放大伪标签产生的噪声，最终导致灾难性遗忘与表示漂移。为了解决人工设计目标的局限，研究者从果蝇大脑中找到了灵感。生物神经系统通过双通路机制，在保留核心记忆的同时快速适应刺激。其中 RACI 信号通路负责突触、重塑与选择性遗忘，通过清理过期关联来释放学习空间；而 MAPK 信号通路则负责记忆巩固，通过区分信号与噪声来稳定学习成果。Cycle 框架通过模拟这两条生物通路实现了突触巩固。RACI 通路负责划定低质子空间，确保原知识不被破坏，而 MAPK 通路则充当多级控制器，在抑制噪声的同时巩固有益的改变。这种设计用专用的子空间替代了高风险的全局更新，并以可靠性感知控制器取代了传统的无差别梯度下降。该研究还重新定义了测试环境，提出了多元开放极自适应，简称 MOA。传统的 TTA 仅处理单元模型的 B 级分布偏移，多任务学习则侧重于零样本测试，而全新的 MOA 设定要求模型在面对多元联合训练后，能直接处理开放级下的非平稳无标签数据流。这意味着模型必须兼具通用的多任务表征能力和实时的动态适应力。在 MOA 设定下， RACE 机制通过精准的子空间重构来防止遗忘。它将原任务的低质更新以 SVD 形式重新参数化，通过对奇异值进行排序，系统会锁定头部核心方向，从而牢牢保留原知识。同时，原本的尾部梯度空间会被重置为0，作为新任务的弹性插槽，为未知环境提供学习余地。在具体实现上， RACI 通过3个结构化步骤来执行梯度掩码。系统首先根据任务嵌入检索最相似的原适配器，随后应用梯度掩码冻结核心方向，最后仅在尾部的弹性空间内进行反向传播更新。这种机制在保证表示稳定性的同时，赋予了模型探索未知任务的快速速性。在 RAFIK 机制引入了3重信号门控来感知可靠性。第一重是商，用于衡量分布内在的即时置信度；第二重是自然，它提供了生成质量的统计线索；第三重是一致性，通过多步生成的稳定性来确保自适应过程不偏离轨道。基于前述的3重信号， MAPK 进一步构建了分层学习率控制器。当商与自然同时满足且信号极度可靠时，模型才执行全量更新。若仅有单方面证据或一致性支撑，则通过部分更新来降低风险。系统还利用时间平滑机制来过滤瞬态波动，确保只有有效的知识被最终巩固。除了双通路控制，研究者还提出了名为 LSC3 的目标函数，通过3位一体的约束确保认知一致性，问题级约束确保同一扰动下的语义不变性，过程级约束通过商正则化来校准推理路径，而护栏级约束则利用原域锚点防止表示崩溃。这3重保障让模型在非平稳数据流中不再迷失方向。为了验证这些机制的有效性，研究团队设置了极其严苛的评估标准。实验跨越了18个自然语言处理数据集，包括8个预训练员任务和2项测试基准。这2项基准分别针对全新的未见任务适应以及同类任务中的数据分布偏移。
Cycle 将与主流的 TTA 多任务学习及混合架构进行全面的正面交锋。在未见任务自适应的测试中 ，Cycle 展现了惊人的潜力，其实验平均准确率达到 78.31%， 相较于最强的混合基线提升了 3.76%， 远超传统一次性微调的表现。即使在完全没有任何目标标签的开放数据流中，该技术依然能协助模型迅速锁定新任务的语义信息。在抗数据分布偏移实验中 ，Cycle 表现出极高的稳定性，其平均准确率达到 85.37%， 相比最优基线提升了 2.42%。该技术通过联合多元结构与无标签自适应，能有效吸收各种动态分布噪声，即使面对剧烈波动的数据流，它也能在保护原有共享特征的同时，确保持久的性能输出。在 MOA 范式的基准测试中 ，Cycle 展现出多维度的综合优势。雷达图对比显示，纯 TTA 方法虽有适应力，却缺乏多元知识支撑；纯 MTL 方法虽然基础牢固，但面对新流时表现僵化。作为集大成者 ，Cycle 在保护原知识、未知任务适应和抗噪稳定性这3个核心维度上均实现了跨越式提升，同时刷新了2项榜单的 SOTA 记录。架构验证进一步揭示了 RACE 尾部梯度掩码的关键作用。折线图数据表明，若完全移除 RACE， 目标性能会直降 4.79%， 而如果应用头部掩码，则会引发严重的灾难性遗忘。相比之下，Cycle 采用的尾部掩码在保护核心知识与实现新任务快速学习之间找到了完美平衡，从而保持了性能的青色高点。在 MIPK 调控方面，实验证明动态学习率远胜于盲目更新。引入动态阶梯调控后，性能提升了 3.19%， 而使用固定步长的基线则出现了同幅度的性能下降。此外，仅激活部分更新或全量更新的效果均不如分层协同。一旦取消时间平滑机制，信号的剧烈震荡将直接导致性能衰退。对于 LSE3 目标函数的消融实验也证明了其3位一体的必要性。缺少问题集理解会导致模型无法捕捉任务特定的上下文，若无过程集校准，则会引发证实偏差，并使推理路径漂移，而失去原域护栏会直接导致表示崩溃，使模型的抗噪能力骤降。只有全组件协同才能铸就坚不可摧的适应能力。Cycle 技术还展现了底座无关的普遍增益，在 QM3、DeepSeek、LAMA 3.1 以及 Mistral 等主流大模型上的测试均显示出稳定的性能增长。TLRA 组件为不同架构的模型提供了显著的多元表征红利，而且随着参数规模的扩大，这种领先优势还在持续增强。在模型规模扩展方面，Cycle 同样遵循正向增长定律。坐标图显示，随着参数量从 0.6B 扩展至 32B， 目标任务的平均性能呈稳步上升趋势。特别是在未见任务上 ，Cycle 的青色增长曲线斜率明显高于基线，这意味着它能更有效地将额外算力转化为 MOA 泛化能力，展现出更深层的算力转化潜力。Cycle 通过生物学启发的双通路设计，成功解决了大模型自适应中的灾难性遗忘与噪声干扰。在更贴近真实的 MOA 设定下，它树立了全新的性能标杆。这不仅将大模型从静态工具转化为动态智能体，更为构建能在开放世界中安全自主进化的长效 AI 代理铺平了道路。Cycle 技术的成功标志着大模型测试时自适应技术实现了生物学上的突围。研究者通过模拟果蝇机制，让模型在18个数据集的挑战下依然能够智能永不掉线。目前该成果的论文与代码均已公开。这种对多元开放级环境的适应能力，为构建长效进化的智能体提供了可行路径。大家可以持续关注该技术在复杂场景中的实战表现。